嗨，我是一个特别野生的姑娘，一有机会啊，总爱背着10几公斤的背包往山里钻，短则2、3天，长达10余天。这些年来啊，我已经用我36码的脚丈量过不下上千公里的山路了。有很多朋友他们都不理解，你背这么重的包，走那么长的路，累都累死了，到底有什么好享受的？没错，重装徒步的确很辛苦，跟我们平时理解的休闲度假一丁点关系都没有。在山里没有星级大酒店，一顶小小的帐篷就是栖身之地，没有柔软舒适的床铺，一张连翻身都不够的床垫就是我的小窝，也没有美味大餐，吃的全是上不了台面的食物，还洗不上热水澡，有时候往冰湖里一跳就算解决了。过了6天，终于洗了个头，还洗了个澡，在这个湖里面。但是虽然帐篷简陋了一点，你可以想在哪儿安家就在哪儿，湖景、海景、山景随你挑，不加钱。虽然睡垫窄了点，但是睡得很安稳，比加一个大床还让我安心。食物的确很简单，但是配上这般风光，我觉得连米其林大餐都比不上。I gotta finish everything。重装徒步可以让你到达一些人迹罕至的地方，而这些地方的风景往往是最美、最纯粹的。比如哥伦比亚海拔4000多米处的外星植被，以及隐藏在秘鲁高原不为人知的古印加遗址，又或者法国大山深处的小瀑布、冰岛无人区的纸片山和那些毫不怕人的北极湖。在这些地方，往往都没有信号，手机仅有指路和照相的功能，你不用去在意别人的朋友圈里发了什么，或者当下又流行怎么样的穿搭，偶尔和整个世界切断一下联系，也是一种企业家的精神享受。重装徒步啊，也教会我过精简的生活。其实现在我们都活在一个物资过剩的世界，很少有人会去问自己啊，到底有哪些东西才是真正必不可缺的。在山里的时候，一个背包、一顶帐篷、一个睡袋和睡垫、一个炉子、一双鞋，再加上一身换洗衣服，原来啊，这些就可以是我的全部。当你学会脱离一切不必要的物质时，虽然加上背着10几公斤，但是也能觉得轻松无比啊。重装徒步也能让你成为一个有计划、有目标的人。我从来不请向导，都是独自制定路线，再根据预计天数准备所需的干粮。这是个非常考验人的事儿，必须结合自身能力，一遍又一遍的反复琢磨，推敲出合理的路线。食物也要保证能够提供足够的能量，但又不多余，避免无用的重量。一个没有计划的人是绝对不可能去重装徒步的。这也是为什么那些会去徒步的人啊，让我觉得很值得信任，因为我知道他们一定是非常有打算的人。你也能学会不顾世俗眼光的生活，抛开漂亮的衣服和精致的妆容，只展示原原本本的自己。再粗糙、再狼狈又怎样？这才是真正的你。大自然中的一草一木和小动物们，才不会对你品头论足。徒步也教会我坚持。山里的天气经常变幻莫测，有些路线也十分危险。在高原啊，就算轻装上阵都喘不过气了，更别说背那么重的背包。其实啊，很多时候我都是咬牙完成的。Mais j'en peux plus, je crevais, j'ai soif, j'ai chaud, j'ai envie d'une glace. 能打败你的只有你自己，是否能达到目标也只能靠你自己。不管路上有什么样的困难，只要坚持下来，那么到达山顶时，这云开日出的景色便是最好的奖励。重装徒步啊，让我学会对一切都心存感激，不仅仅是经过长途跋涉后才能领略到的风景，还有那出山后吃上的第一口新鲜饭菜，享受的第一个热水澡。这些在我们平时生活中看来普普通通的东西，只有在失去过一次之后，才能理会它们的来之不易。这些就是我对重装徒步非常上瘾的原因了。其实我也知道它不可能成为一个大众的爱好，但是我觉得吧，如果身体条件允许的话，至少一辈子可以尝试一次，说不定就为你打开一扇新世界的大门了呢。那么下次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徒步吗？